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林超。今年18岁，或许你们对我可能不太熟悉。在2018年，我参加了一档选秀节目，被大家所认识。如今的我是 Wonder 组合的林超。这样说来，是不是有点耳熟了呢？我就是在2018年的一次爆发中，有幸能够蹦到公众视野里边的一个小火星、小火苗。但是今天我不想讲让我出现在这里的2018，我想讲一讲正在经历的2019，我的18岁，我的长大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18岁的时候各自都在忙着什么？上学、读书，还有准备各种考试，还是应付家里严格的家长，或者有人在偷偷谈恋爱是吗？这个我没有啊。我也在忙，在参加节目的间隙写卷子，请老师补习，重新学习缺失了3年的课程。虽然我的爸妈心疼我，但是他们不会给我太多的压力。所以我的一些特殊的朋友，我的粉丝们，他们会给我一些压力，他们很关心我，他们会把自己的高中笔记寄给我来帮助我学习。所以今天想在这里给他们道个歉，谢谢你们。讲到学习，我的校园生活是在15岁中断的。还记得15岁的我拿着几百块钱的零花钱，踏上一张去往陌生城市的火车票，第一次离开自己出生的地方。在北京这座陌生的城市，坐公交、倒地铁、跑公司，就这样开始了长达3年的离家出走、逐梦演艺圈的征程。想必大家都很好奇练习生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。其实练习生的生活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欢快，那么愉悦。每天早上7点起床跑步进行体能训练，练到筋疲力竭就休息一会儿，然后开始狼吞虎咽的吃早饭，然后就是4个小时的舞蹈课，2个小时的声乐课和1个白天没有停歇的训练。晚上可能还会要自己到舞蹈室里面自学，因为明天课前还有考核内容。15岁从零开始压腿、劈叉、下腰，疼到飙泪尖叫。有一次我想挑战一下自己是不是能够直接就是一字马直接下叉，结果用力过猛，肌肉损伤。当时那个场景是很惨，但是你要想起来的话是非常搞笑，因为身体匍匐着，然后再冲着门的地方，然后再谁来救救我，就这个样子。然后随后的几天都没有办法正常的行走，要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一样扶着墙走。这样的生活与严格管理的高中生活其实没有很大的区别，但不同的是，好好学习就能拿到好的成绩，能上一所好的大学。但是身为练习生的我们，尽管你好好练习了，你可能你的未来还是未知的。能否成为艺人出道，能否获得粉丝观众的喜欢，未来未知。我的爸妈一直不理解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举动，为什么我会选择一条这样的道路来，也不能说抵抗他们吧，可能没有按照他们就是原本给我的计划，按照他们的计划活出他们的人生。而我给他们的解释是，这是我的梦想，也是我选择的一份事业，我一定会坚持下去，我也会用自己的努力去证明给他们。其实说白了，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自己的追求，有些人可能就会喜欢平平淡淡、安安稳稳的生活，但我不是。我喜欢我的人生充满刺激、轰轰烈烈。我喜欢一个放荡不羁的世界，我喜欢一个自由的灵魂。可能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，他们的成长来源于学校，和同龄人一起读书、玩耍，享受着校园生活。同他们相比，我似乎是在一些大龄人的保护下长大的。缺失的这3年时间让我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困惑，就是和同龄人交流的缺失，让我感到和他们脱了节。比如这次我回老家高考的时候，就跟同龄人交流，就会有一些他们说出来非常新鲜的词语，我竟然听不懂。我来考考你们，你们不要笑我。一个我新学到的词，洋火，有人知道吗？都是80后哈。它不是火柴的那个洋火啊，
它是那个供养的养，火苗的火。它是来自新版 QQ 里的一个新功能，它是2个人互发消息3天，它就会出现一个小火花；互发消息超过30天，就会出现一个大火花。擦出的火花越大，代表2个人的互动越多，关系越好。震惊吗？是不是突然感觉自己跟我一样老？我在得知解释的时候，那一瞬间我也怀疑地问了自己一句：真的是我老了吗？19年年初的时候，我们放了1个月的左右的假，来调整整个团队。但是这短暂的1个月里，也让我感受到了作为偶像，你一旦少了露出，粉丝就会把你慢慢淡忘。这真的是……其实我在演唱会上有一句话送给了你们，其实就是关于这个的。当时我有一次看到，就是昨天还在说着啊，凌晨我要陪你一辈子，我一辈子都喜欢你。结果今天就喜欢另一个人了，然后之后就好像就再没有发过关于我的东西了，好像也没有喜欢过我。当时真的是感觉，所以我才留了那句：我会努力去实现你们的诺言。谢谢。我很幸运能够在一个节目中被大家发现，并且能够出道，拥有一群能够喜欢我的粉丝，他们为我投票，他们为我在台下呐喊、欢呼，好像无论我做什么都能获得掌声。而这也让我感受到了远超同龄人的优越感。没有人不喜欢被捧着的感觉，有个词叫做捧杀。可成长不是一味爱护，有打击，有挫败，经历过磨练才是成长。所以我想重新拾起学业，准备参加高考，想再次回到校园，和同龄人一起相处，听老师讲着漫长的课程，做着永远都做不完的卷子，说着只属于那段时光里的故事。但准备高考其实对我来说其实还挺难的，因为在高考期间会有很多无关高考的一些压力扑面而来，家人啊、朋友啊、工作啊。那段经历，其实现在挺过来，其实还挺怀念的。所以我相信，大家也会怀念那段日夜奋战的日子，为了高考。对我来说，冲刺3个月来补上3年未跟上的课程，更是有点极限挑战。补课从早到晚，每天坐在我课桌边迎接各科老师，往我脑子里面灌输知识。而且，公司里面的人，每个人都会像过年遇到亲戚那样，无比关心你的成绩。课间空闲，刚坐下来歇会儿，旁边就会传来一句：“弟弟，你模拟考试怎么样了？”我真的，我不想跟他说话。当时，吃着饭都能跟你讨论起洋务运动的意义。最近不是有一个特别火的一句话是“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？”期间我打电话回家，然后跟正在上初中的妹妹聊天，问她学习近况，问她有没有想要的礼物，正好这次回老家可以带给她。她说：“我想要哥哥来接我放学。”语气中充满着对哥哥的崇拜与骄傲，更坚定了我好好学习、考上理想大学的决心。我觉得我要做一个好榜样，成为让妹妹一直可以为之骄傲的哥哥。不过很可惜，我回去的时候他放假了，没有在同学面前展示一下他小有名气的哥哥哈。好在一切付出都有收获。7月10日，我收到了来自上海戏剧学院的录取通知书，正式成为一名大学生。但是生活中总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，让人惊恐，有时会是难过的事情，有时候会是特别恐怖的事情。而这时候我们能做的，就只有淡定地接受现实。当时我感觉到这个的时候，我是这么告诉我自己的：这个社会，这个世界，没有人会因为你的情绪为你而停下脚步。所以，一定要变强大，一定要变强大。在我准备高考的期间，偶然得知我妈生病了，癌症。幸运的是处在早期，但现在已经好了。不过这个消息不是她亲口告诉了我，是我后来得知的。一开始的时候我很难过，很自责，为什么就是
没有在妈妈难受的时候陪她一起照顾她。可是我后来明白了，我的妈妈真的很爱我。我当时正在准备艺考，她不想让我因为她分心。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打电话的情景，一切还是像往常一样。她问我吃饭了没有，工作累不累，每天开不开心。不过这次我没有回答她，我说我都知道了。她沉默了10几秒，然后说：“没事儿，我没啥事儿，你放心考试，不用想着我。”经历过这次事情之后，我第一次体会到了特别强烈的无力感，感觉自己能做的事情太少，没有办法减轻妈妈的痛苦，没有办法保护我爱的人。跟这个世界相比，自己的力量太渺小。这一刻，我发现自己要长大了，要成长为可以让妈妈信任、依赖的人，保护喜爱我的人和爱我的人不受伤害。成长到现在，给我最大的感触，就是当你觉得你在这个世界里面越来越渺小的时候，你正在不断的变强大。2019还没过去，我的18岁也还在进行。大人们都说18岁的我们是看到落叶也会哭泣的年纪，但是这时的我们比任何的大人都要努力奋进。18岁的我们在成长，很感谢成长中的这些经历。我会在打磨中变得更加坚强。觉醒的人只有一项任务：找到自己，固守自我，沿着自己的路向前走，不管它通向哪里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林超。是你的繁荣富强，为我增添了翅膀，在逐梦路上给我更多的力量。五星红旗在飘扬，华夏儿女在绽放，心中最炽热的光芒。